海玲，你来了，给海小姐搬张凳子过来，让海小姐坐。凤家主若是无心请客，就不要装模作样了。我远道而来，凤家主又特意派人去丰泽酒店等候多时，把我请过来，却是连坐的位置都没有。凤家主的待客之道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们走。海玲，这屋里的人哪一个年纪不比你大？他们都是你的长辈，总不能让长辈给你一个小辈让位吧？有张小凳子给你坐，让你在这里屋有一凳之地，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。我只知道我是客人，凤家主如此待我，就是待客不周。不要跟我说长辈的事，如果不是我外婆死于阴谋，死于意外，就连凤家主你在我面前都不能放肆。我大姐是死于意外，不是死于阴谋。我外婆是怎么死的，天知地知，凤家主你也知，骗得了任何人，但骗不了天地。妈，你既然请了海玲过来做客，就不要做出丢人现眼的事了，该以礼相待。就算你不把海玲当客人，她是我大爷的后代，妈也不能这样对海玲，没得别人说妈心虚害怕。风情，妈，我说错了妈，客从远方来，我们若是待客不周，传出去，影响到的是我们凤氏一族的名声。妈越是刁难海玲，越发让人认为传言是真的，让人以为妈就是心虚害怕。海玲，我妈年纪大了，有点老糊涂，说的话做的事都过分了点儿，我替我妈向你道歉。这事与凤少主无关，凤家主不将我当成客人，我也不必再留下来，告辞了。海玲，你外婆是我亲大姐，我还是你外婆带大的，我是你的姨婆，也是凤家现任的当家人，你的确是我的晚辈，这屋子里的人每一个都是你的长辈。的确，如果我大姐没有死，你是她的后代，也会是凤家的接班人。在咱们凤氏家族，接班人的地位是仅次于家主的，在其他人面前无需行晚辈之礼。你现在虽不是我们凤氏家族的接班人，但你是我大姐的后人。刚才的确是我礼数不周了，你姨婆我今年都70了，快71岁，人老了难免会糊涂一点，你不要和姨婆计较。今晚你是我们家的贵客。凤家主肯低头，若说今晚没有点鬼，海玲是不相信的。以后海玲在我们家族就和我一样，大家对我是什么态度，就要用相同的态度对待海玲。今晚海玲既是我们凤家的贵客，也是让大家知道她是谁，在我们凤家是什么身份。在座的诸位回去后，跟你们家里人好好的说道，以后在路上遇到海玲，要恭恭敬敬的。海玲，以后凤家就是你的家，你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不用拘束。我一进来就有一种熟悉感，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一样。姨婆不用担心我会拘束，我绝对会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我那还有我大姨以前也是在这里生活的吧？是的，以前你们还有你大姨都在这里生活，我是住在别处的。等会儿用过饭，让凤琴带你到处走走，熟悉环境。对了，海玲，你搬进来住吧，别住在酒店里了。你是凤家的后代，回到江城，无住在凤家，住酒店那样不太好。现在我是不会搬进来住的，住在酒店更方便一点，我天天要跑来跑去，也不会影响到大家。那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一定要跟姨婆说，姨婆在江城不敢说一手遮天，人脉还是很广的，能帮到你很多的忙。你这次过来是为了做生意吧？当然是为了做生意，不为生意为什么？凤家主以为我过来是做什么的？我以为你是过来认祖归宗改回凤姓的。我不需要认祖归宗，只要我身上流着凤家的血，我就是凤家的后代，认不认祖归不归宗都抹不掉我身上认凤家主后人这个事实。海玲简直就是第二个凤莹，说话总是夹枪带棍的。家主，可以开宴了。可以开宴了。海玲，走吧，我们入席去，你的保镖跟我的管家去吧，毕竟这是家宴，席上都是我们凤家的人。你看我的保镖也在外面的，让他们跟其他人一起吃饭，不是赶他们出去。放心，你的人跟着你来的，也是跟着你离开。郑先生不在吗？他身体不舒服，就不叫他出来见客了。家主，战家三少爷以及乔少来了。乔少来了，你们随我出去接待乔少。那爸在房里休息，没有下楼吃饭，让阿若给爸送点吃的上去，免得爸饿着了。阿若，你给你爸送点吃的喝的上去，让他吃了再休息，若是有精神就下楼来见见贵客。爸，我给你送点饭菜上来，你又不下楼去吃饭。妈请了族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过来吃饭，宴席上热热闹闹的。爸，你喝那么多的酒干嘛？妈叫我给你送饭，这酒是今晚待客用的，都是好酒，比爸现在喝的那瓶好多了。爸不过是上门，
要身份没身份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要钱没钱，要权势没权势，能有张床睡，有碗饭吃就不错了，哪里敢要求喝什么好酒？大的身份就只能喝这样的酒。这瓶酒还是去问你大哥要的，还是你大哥喝了半瓶的？大，你喝了好多吧？看你的脸都红了，刚才你走路也跌跌撞撞的。大没喝几口，是空腹喝酒容易醉，现在还真觉得挺热的。阿若，坐下来陪爸喝2杯。大，我喝那瓶，这瓶你喝过了。大又没有就这酒瓶子喝，咋的？连你都嫌弃罢了？是，大我很没用，这辈子最好的成就就是和你妈生了几个孩子，你妈管我管得死死的，大过的什么日子，你们都看在眼里。你妈年纪大了，工作又忙，心思都花在公司里，花在培养凤琴身上，就是没有花在爸身上。爸虽说年纪也大了，但爸的身体还好得很，也还是有点需要的。他不尽到妻子的责任，还不许我吃顿快餐。凤若看父亲那痛苦愤怒的样子，不知不觉就坐下来陪着父亲喝酒。海玲，你准备投资做什么生意？目前还不知道，先看看吧。如今这年头，生意都不好做，总要考察好市场再做决定。是呀，现在的生意特别的难做，我们凤氏集团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差，不仅仅是我们，连乔氏集团怕是也有所下滑吧。乔少，你们西郊的那个项目，我很感兴趣，不知道能否聊聊合作的事。凤家主说我乔氏已经走下坡路，怕是不配与凤氏合作了。如今生意不好做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就算是大集团也有大集团的难处，乔少是乔氏的当家人，比我更清楚这一点。不过就算乔氏有所下滑，也还是我们江城商界的龙头老大，是我们这种小集团比不了的。乔涵，你别只顾着喝酒，要多吃点菜，免得醉了。海小姐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乔氏在江城西郊的那个项目，若是有兴趣，欢迎合作。只要是能赚钱的项目，我都有兴趣。明天乔少方便吗？我去拜访一下。你过来，我随时都方便。乔涵，你对海玲姐这么好，我会吃醋的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你总是说你好忙，懒得搭理我。海玲姐一句，你就说随时都方便。我和海玲姐投缘。我也觉得我和海玲挺投缘的。乔少若是方便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拜访一下。凤小姐过来，我还是能勉强挤点时间的，换成了其他人，我就没有这个时间了。我手里头也有个项目，我是很看好的。乔少若是感兴趣，可以了解了解。好，见乔涵对凤琴态度不错，凤家主老脸上的神色才和缓了点。这一顿饭吃的还算平静吧？吃饱喝足了，众人准备告辞。阿若呢？妈叫他给爸送吃的上楼，一直没有下楼吧。反正他上楼后，我就没有再看到他。上楼去看看，叫阿若下来。乔少都要走了，凤若是怎么回事？还窝在楼上和那个窝囊废的老男人吃喝吗？没2分钟，楼上就传来了凤大少奶奶的尖叫声。